Hello， 大家好，我是少爷兵，又来到我们马股经济学的时间啦。今天要介绍的马股是零级零集团。你可能不知道的10件事。第一点，零级零集团 Classic Scenic Berhad， 简称 Classic Scenic， 成立于2003年11月，是一家位于马来西亚的投资控股公司，主要业务是从事木质相框和模具，例如木材染色饰面、素色和装饰性烫印、哑光和光泽漆、水洗和仿制旧面和贴面等等，是马来西亚最成熟和最大的纯木质相框长度模具制造商和出口商。Classic Scenic 所制造的木质相框和模具涵盖了多种用途，其中就有用于证书、镜子、奖项、肖像、绘画、地图、古董、照片、收藏品和其他等等。Classic Scenic 在雪兰莪州的 Rawang 中心有6家工厂，以及位于霹雳州 Bido 的新收购工厂，总面积超过100万平方英尺，并拥有大约350名职员。Classic Scenic 在2004年11月成功在大马交易所的第2板挂牌上市，随后在2006年6月成功转至主板上市，是马来西亚整个相框和模具行业中唯一一家在大马交易所上市的上市公司。目前 Classic Scenic 在大马交易所的消费板块中的家庭用品部位居第9名，拥有接近3亿令吉的市值。第二点，Classic Scenic 在木质相框和模具的行业中已经打拼了超过30年的岁月。Classic Scenic 的业务起源于一个不起眼的木托盘、顶板和木条制造商，当时的公司是名为 Lim Kit Leng Timber Sdn Berhad， 也就是公司的中文名的来源。在1988年的年初 ，Classic Scenic 的联合创办人 Lim Ji Keong 和弟弟 Lim Ji Kun 开始了制造和销售第一个木质相框模具。随后，在经过6年的努力，公司于1994年正式将业务多元化至制造木质相框模具。后来 Classic Scenic 的业务越来越好，成为了马来西亚最成熟和最大的纯木质相框长度模具制造商和出口商。2020年8月，在弟弟 Lim Ji Kun 退出董事局的6年后， Lim Ji Keong 也选择退休，放手让新一代的后辈继续将公司发扬光大。第3点，Classic Scenic 目前的单一大股东是 Dato' Ong Chu Ming。截至7月15日，公司唯一的大股东是 Dato' Ong Chu Ming， 直接掌控着公司32%的股权。Dato' Ong Chu Ming 是 Hexstar Global Berhad 的执行董事，也是 Hexstar 创办人 Dato' Ong Sun Ho 的儿子。Dato' Ong Chu Ming 是在2021年3月通过 Complete Logistics Services Berhad 收购 Classic Scenic 1800万股，或相等于 14.94% 的股权。他个人也收购了1813万股，或相等于 15.04% 的股权。过后在2022年7月 Complete Logistics 就将 14.94% 股权完全出售给了 Dato' Ong Chu Ming， 所以 Dato' Ong Chu Ming 也变成了 Classic Scenic 的唯一的大股东。那除了 Classic Scenic 以外， Dato' Ong Chu Ming 其实也是多家上市公司的大股东，包括 KIP Real Estate、Opcom、Bergad、Rubberex、Hexstar Industries 等等，被业界称为并购大神。Classic Scenic 可以勾起 Dato' Ong Chu Ming 的收购欲，相信也应该有其独特之处。第4点，Classic Scenic 的3大客户大有来头。Classic Scenic 的客户群遍布世界各地，有来自美国、澳大利亚、欧洲、日本和其他多个地区，而其中比较有名的就有 Michael Store、Hobby Lobby 和 Larsen Joe。Michael Store 是一家由1252家美国和加拿大工艺品商店组成的私营连锁店，是北美洲最大的艺术品、工艺品、框架、花卉和墙壁装饰的供应商之一，年销售额超过50亿美元，而当中的16% 销售额是来自于相框部门的。目前 Classic Scenic 是7家批准的外国供应商之一。Hobby Lobby 是一家美国零售公司，在47个州拥有969家商店，库存超过7万件商品，包括工艺美术用品、时尚纺织品、篮子、丝绸花卉、派对用品和家具等等。2021年的营业额超过60亿美元。拉森就是一家提供各种定制相框的行业领导者，也是股神巴菲特旗下的 Berkshire Hathaway 的子公司，拥有这100多年的制作定制相框的历史。在美国有24个服务中心，在全球15个国家设有办事处。Classic Scenic 一直以来都跟各个客户维持着良好的关系，与前10大客户的关系年限从7年到25年不等。第5点，Classic Scenic进军木材上游业务。
Classic Cynic 所经营着的木质相框和模具业务是属于木材业的下游业务，其主要原材料就是木材，占据了35%的生产成本，而木材都是交由上游业的厂家代为锯木，过程中会造成许多的浪费，间接导致到木材成本更高，所以公司才计划要进军上游业。其实 Classic Cynic 早在2015年就已经有意要扩充业务至上游的锯木业，只不过当时公司缺乏经验，后来经评估后认为风险过高，所以不久后就调整策略，以采购原木，再交由其他厂商进行锯木加工的方法参与上游业务，来达到更好的控制原料成本的目的。如今公司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在2021年收购了一间拥有锯切许可证的现成锯木厂的公司 Hokhohin Forest Produce Sdn Bhd 的100%股权，一举进军上游业务。与此同时 ，Classic Cynic 也扩张了下游业务的规模，在2022年收购了 VE Surface Frame Malaysia Sdn Bhd 公司位于霹雳州 Bido 的4块租赁工业用地和木质相框和模具制造厂，土地总面积为52万平方英尺。这次的收购也将公司的整体装机容量从现有的每年3200万英尺提高至每年4800万英尺，未来将大大加速公司在木质相框和模具方面的业务增长。第6点 ，Classic Cynic 近期正在筹划这私下配售。Classic Cynic 在2021年的10月计划通过私下配售股本最多28%或4820万新股给第三方投资者，其中部分资金将用于收购刚才所提到的在霹雳州 Bido 的新制造工厂。根据公司给出的每股63仙的参阅价，预计可以筹集高达3037万令吉。其中的1800万令吉将用于扩张业务，包括收购土地和制造工厂、购买机器设备以及维修和扩展。另外的1200万令吉左右将充作营运资本，剩余的30万令吉将支付此次私下配售活动的费用。这次的筹资可以让公司在不产生利息成本的情况下，满足业务扩充的需求，同时也可以巩固股本和强化现金流。而根据 Pro Forma 计算的股东资金也将会增加，所以相比起跟银行贷款，私下配售会是更好的选择。那么在完成私下配售活动后，目前持有这公司大约38%股权的大股东 Dato' Ong Chu Ming 估计其持股权会降至25%左右，但是相对来说也使到市场上的股票流通量增加。第7点 ，Classic Cynic 是一间净现金公司。从公司历年来的年报中可以看到，公司自2004年上市以来，只有过一次的贷款，那就是在刚上市那年借的200万令吉。这笔贷款在2005年就缴清了。在之后的10多年间，就不再有任何的贷款，公司手中的现金反而逐年增加，最高一次还超过了2500万令吉，是一间名正言顺的净现金公司。各位观众应该也有注意到，公司的净现金在2021财政年下滑了不少，到1600万令吉，而截至2022年6月30日，公司的净现金甚至再进一步下滑到1100万令吉。那要了解下滑的原因，其实可以到公司的现金流表去看。我们可以看到有几个事项的现金是流出的特别多的，那就是在营运活动中的库存量、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以及投资活动中的购置固定资产。这些事项其实大部分都跟公司近期的业务扩张有关，所以看样子公司是要在市场存在着高度的不确定性时，趁机扩大业务的规模，将危机转为良机，大肆的扩张一番。第8点，Classic Cynic 是一间很喜欢派股息的公司。从公司历年来的年报中可以看到，公司自2004年上市以来，每一年都会派股息，而且派息也相当的大方，派息率最少也会高于48%，最多甚至会超过100%，可谓是可遇不可求的好公司。只不过相信各位也注意到了，公司在2021财政年是没有派发股息的，这是由于新冠疫情大爆发的缘故，公司为了应付市场的不确定性因素，所以暂时保留更多的现金以备不时之需。虽然说没有派股息，不过 Classic Cynic 还是在2021年8月派发了1股送1红股和1平单来回馈股东们。话说近期出炉的2022财政年第2季度报告仍然是没有宣布派息，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公司可以尽快恢复派息政策，那股东们就可以再次享有拿股息的乐趣。都说只要公司记得派股息，股东就能好好休息。
第9点，美元走强有利于 Classic Cynic。相信各位观众在近期都有感受到美元的强势吧？自2022年3月开始就一路向北，从1美元兑换4.2令吉，涨到了4.5令吉以上。这都是因为美联储在3月开始收紧货币政策，而大幅度升息抗通货膨胀所引起的。美元走强就代表着令吉贬值，无形之中也正在影响着大马人民，因为所有进口的货物将会物价上涨，水涨船高。但是对于 Classic Cynic 来说，美元走强可以让出口为主的公司从中获利，因为公司的销售有98%以上是出口到海外市场的，而单北美地区的营业额就占了公司总营业额的73%。这也是为什么 Classic Cynic 可以在市场不稳定期间仍然保持着相当不错的业绩的原因之一。第10点，Classic Cynic 2022财政年第2季度的业绩是好到爆表的，营业额和净盈利纷纷都创下了上市以来的新纪录，营业额达到了2295万令吉，比起去年同季高出了83%，净盈利则是增加了222%，至549万令吉。营业额和净盈利破新高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木质相框和模具的出口销售收入增加，以及美元走强和生产效率提高所致。另外，虽然近期的市场存在着高度的不确定性，如新冠疫情、供应链中断而投入成本的上涨等等，导致到许多区域的木质相框和模具商家缩减规模或关闭业务。但是随着公司近期通过收购新厂以扩大产能，目前已经准备好抓住这一波供应短缺所带来的机遇。所以公司的董事总经理 Samuel Lim Ji-bing 在公司近期的季度新闻稿中，也对公司的下半年的前景表示乐观。以上就是关于 Classic Cynic 你可能不知道的10件事。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里。喜欢我这次的影片，请记得帮我点个喜欢。想要了解我的投资策略和投资组合，也欢迎加入豪门少爷帮成为会员。那我们下期再见啦，大家拜拜。